Hello，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回到了烂熟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呃，原本我看不懂，但是我后来越看越觉得很有味道，让我最近觉得非常有兴趣的一只手表，它是这个 Breitling 的 Navitimer B01 Chronograph 40mm，这一次为了庆祝70周年而推出的这个新改款。坦白说，我小时候对于 Breitling 这个品牌是完全的无感。OK，它整个面盘，尤其是它的飞行表，华齿复杂，数字很密，很像一个什么专业教科书，感觉它带着它出门就像带着仪表板出门。但是当我慢慢经年累月有了年纪，看过很多不同的手表之后，我才静下心开始研究这一只 Chronograph。我才发现它翻转了我对 Navitimer 的印象，让我觉得，飞行表其实还蛮有设计感，特别是除了冰蓝面、白面、薄荷绿这些很细致的配色搭配上百年灵很厉害的打磨，那整个这个根本就是像是建筑师拿尺出来量出来的一种设计语言，看得出它的逻辑，摸得到它的质感，你会发现它不只是炫耀炫技，而是越看越顺眼，越戴越顺手的一只表。那这一集我会从一个设计师角度带你来欣赏，怎么从一只表它是工具表变成一个风格的配件。那外形为什么结合了复古跟现代，机型又为什么值得信赖？那41的尺寸为什么又让我成为我认为手腕中的甜蜜点呢？那这些表适合哪一些人？还有面对像是对手的 Moonwatch、Daytona、Carrera 这些同等级的强敌 ，Navitimer 它究竟是赢在哪里 ？OK， 那如果你还对这个 Navitimer 感到一些疑惑，想要搞懂它为什么历久弥新，那这一集你们就一定不要错过，好吧？喜欢这类又设计又穿搭又讨论东西的这个手表分析，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小频道，开启小铃铛。OK， 我们会从设计的角度陪你讲干话、说手表、看风格、聊生活。OK，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这个经典的飞行世界吧。Navitimer 的盘面呢，你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会怀疑，这是给飞行员戴的还是航太工程师戴的？华齿、双圈刻度、3眼的副盘、logo、秒针、日期，通通挤在一个脸上面，你就会觉得这个密度也太高了吧？如果你没有去搞懂它的来历，你真的会以为这是一个设计师做的一个 over design 的作品。但是在我了解它的历史脉络之后，我会发现这一切都很有逻辑。OK，Navitimer 1952年，它为飞行员打造，华齿功能可以让飞行员来换算速度、距离、燃油的消耗、返航所需要的油量，各种的需求，基本上就是在没有电脑的那个时代的小型电脑。而这一次经过了70周年，他做了一个很棒的改造，就是他把它全部做了经典结构现代化的优化。首先是面盘的比例，新版的花枝圈它重新设计过，让数字的间距更宽、对齐而且清晰，阅读起来不再那么的压迫感。3个副盘的位置呢也重新校正，让视觉焦点自然聚集在中央10分针的主轴上面，整体呼吸感大幅提升。然后尺寸方面呢有3种，41、43、46。那我认为对于我来说，41是最刚好的选择，43也不过分。对，那搭配它的表耳是有下压式的设计，然后它是薄框，所以它非常贴手，不厚重。那视觉上呢，也是非常的觉得没有那么放大，反而是缩小的。那配色方面，我觉得非常的棒，冰蓝我觉得很冷中带一点个性，然后有点灰中的带一点中性蓝，有点像是家具里面油墨感的那种高级木皮染色，低调不失个性。那白面金标则是这个百年灵最复古典雅的代表，象牙白上面搭有一点金色的 logo， 有点那种老的那种宾利
有没有那种 Continental 那种古董车的仪表板的美感？然后还有薄荷绿啊、黑红对比款啊，分别走文青跟运动路线。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一系列里面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整体视觉形容，我会认为它是抽象飞行员的仪表设计。那华子不只是装饰，而是一个功能以及美感的交错。那整个设计模组包含这些中央秒针，就像一条准备起飞的航线。那最加分的部分呢，就是这个蓝宝石玻璃，它在仿这种1950年代的亚克力湖面，但是它却用现代的抗刮蓝宝石制作，而且还双面防眩光的 coating。所以光线打进盘面时，虽然会产生微妙的折射，但是每次让你看呢，你不会觉得它刺眼，反而像是在欣赏一个建筑的光影变化。表壳的打磨也非常细腻，亮面跟法丝纹的交错，表耳内收的角度自然，而且即便是细手腕也可以很轻松的驾驭。我觉得这一点是百年以来，它只有把路况的工具表打造成更成熟、更自信、更细致的风格式。简单来说 Navitimer 没有刻意的去复古，它也不需要装年轻，但它就是一个穿得干干净净、懂得设计但是不张扬的一个成熟的设计师。你越看你越会觉得它很美，你戴过你就会觉得你不会想脱下来，因为你没有任何一个表柜里面的手表可以取代它的风格调性。OK， 那讲完外观呢，我们就来看内装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机芯。那这次它用的一样是百年自家开发这个 B01机芯。有人就说这不就是跟 Tudor 合作的那个吗？对，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还蛮顶尖的一个黄金组合。它有导柱轮，那所谓导柱轮有点像是高级车的变速系统，它在让你按这个计时码表的这个过程呢，干脆利落，有段落感。那垂直离合则能让中央秒针瞬间启动，不跳秒，不拖动，也不会耗发多余的发条。你甚至可以一直开着计时功能当秒针使用，机芯也不会哀哀叫。当然，我不建议这样做。那第二个亮点就是，我觉得它有这个 COSC 认证，误差范围控制在-6到-4到-6，所以你带着一支是蛮精准的一个工具。不止造型漂亮，更难得的是它是一颗计时机芯。通常加了这个码表的模组之后，会拉低机芯的稳定性，但是 B01依然通过了天文台认证，这点也是很不错的。那70小时的动力储存，这个我们之前也都介绍过。我觉得你不用一直顾着它，它会默默配合你的生活。那3点为30分，6点为12小时，9点为小秒针。那是原生的结构，不是硬摘的模组，这也让整体的运作更加顺畅。那也让这个外观的布局变得更对称，所以你每按下一次都可以感觉到就是这颗机芯的完整性。我觉得假如用设计师的语言来说，我觉得 B01这只表它就是那种配管啊、机能的动线啊、隐藏该有的收纳都做到了，然后在外观的华丽以及内部的整个细节以及逻辑结构都已经调配到刚刚好。我们有的时候在做一个空间的时候，会考虑到动线，然后最后细致到这种水电空调下水的安排。那当然，在一只手表里面，我们所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就是机芯的稳定性，然后耗能以及操作的手感。那 B01整个机芯的整体表现，简单来讲就是设计奖里面的一个隐性结构，你不需要每天注意着它，但它就是默默在那边，让你的空间变得更为滑顺，视觉上更为延伸。那最后补上一句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我绝对不会去拿华子去算什么航程，我也不会开飞机，我也不会每天用到码表。可是当我带上这个 Navitimer， 你就会知道它不是在给笑，它是真的就是能够去做这些事情的。那它每一个的刻度，每一个数字都有它的逻辑，有它的技术，有它的文化底蕴。那这就是我们很爱造型、爱美又爱讲道理的人会喜欢。那你可能会想 Navitimer 这么多刻度，这么的花，它真的适合我吗？老实说，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想的。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表怎么一看就是密集恐惧症。你一个盘面要搞到那么花 ，Why？ 但是我后来研究之后才发现，就是说
我自己是做设计的，我本来就很偏爱很干净利落的风格，但是看到 Navitimer 这么的密集，我第一时间觉得很反骨，但是后来仔细研究它的历史之后，就发现哇，它的逻辑之美是很棒的，每一个都像是对齐过的这种刻度它的复盘，那每个数字都有它的意义，它反而做的很有结构感。OK，那如果你是对于那种细节有感、比例、编排，那我觉得华齿圈三眼复排的编排就像是一个啊、被整理过，但是一点都不混乱的使用者界面。你会在这个理性之中找到它的美感。我觉得冰蓝跟白这两款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简单不突兀，浅灰、蓝绿这些中性色，那这只表搭配全身就有一种点缀的气质，也不会突兀。那如果说你是轻商务上班族，或者是会议简报，我觉得穿西装、休闲衬衫，甚至是针织衫搭配起来，我觉得都很棒比起运动表，它又不会太过于轻浮。那你如果穿上防风外套，背上机能背包，穿上一双你的 On 或 Hoka 的运动鞋，那配这只表也很棒。金属链带款可以搭配你的户外风格，皮带款则更适合城市文艺感一点。基本上 Navitimer 是那种走进老屋拍照也合理，但是你去欧洲也不会违和的万用型。OK， 所以这只表呢，它不光是可以陪着你去飞机场，那也可以在餐厅里面写计划，那开会做简报，周末去老街晃一晃，甚至是搭高铁出差，我觉得 Navitimer 都可以很符合那个场面的使用。那它的功能性你不见得天天会用得到，但是它的存在跟一种态度就会让人家一看就会觉得说你这个百年灵很有味道。那我穿着帽 T 工装裤，背着托特到处散步，有一天走在赤峰街，我觉得人家就问我说你这只百年灵是多大的？然后我愣了一下，因为我平常都是买43到40以上，那41的我是真的就很少戴。OK， 那他就跟我聊了一下手表，我觉得他蛮开心的。我觉得他就是在我不懂的时候，我觉得它复杂。当我去真的花时间去了解它的文化底蕴之后，我觉得这只表好棒。对 ，OK， 那反正聊完设计、机芯的穿搭，我们来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Navitimer 的对手非常多，而且每一个都来头不小。我们选出比较3个有代表性的 ：Omega 的 Speedmaster Moonwatch、Rolex Daytona、Tag Heuer Carrera Chronograph。OK， 对手第一个 Moonwatch。如果 Navitimer 是飞行员的标准配备，那 Moonwatch 就是太空人的伴侣。从阿波罗计划到登月任务，它都是 NASA 的官方指定装备。Moonwatch 的风格非常的理性，黑白对比强烈，设计干净，刻度分明，功能至上。问题是大多数的版本它都是手上链，当然它有自动上链的版本。那整个工具感带起来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非常理工男的那种既视感。我觉得对比起 Navitimer，Moonwatch 更像是一个很标准的仪表厂，它只放上刚刚好的功能以及精度，但 Navitimer 更有一种复古的豪华老车的那种味道，除了功能之外，又多了设计跟质感。OK， 第二个是 Daytona， 所有人都听过的计时码表，极简的设计、优秀的机芯、劳力士的光环、保值的能力，是不折不扣的一个话题王。基本上你穿什么都可以搭配 Daytona， 对吧？但缺点是什么？超难买。然后在它的那个功能里面，它的定价并不低，而且会让人有一点压力。有的时候你戴的不只是一只表，好像是戴了一个社会阶层在你的手腕上面。对比起 Navitimer， 我认为 Daytona 是那种极简精英，但是 Navitimer 则是细节爱好者才戴的。Daytona 是带给人家看你所拥有的成功 ，Navitimer 是你对自己的选择的节奏的表现。
第3个是 Tag Heuer Carrera Chronograph， 这也是一支我非常喜欢的都会运动风的代表的手表。那风格整个非常的极简，佩戴很轻松。Heuer 的02机芯有非常不错的规格跟表现，价格相对也更亲民。是很多上班族入门跟轻手男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它的风格比较直球，没有过多的历史赘述或者是文化层次，但是对于喜欢故事的人来说，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平淡。可是我必须要说 Tag Heuer 的 Carrera Chronograph 它是一个 CP 值的担当，什么都很刚刚好，而且尤其是它价格非常平易近人。那 Navitimer 相较起来更像是有故事控以及细节控的一种梦中情怀表。所以怎么选呢？它不像 Moonwatch 那么冷感，也不会像 Daytona 那么难亲近，它更比 Carrera 有历史的重量以及文化设计逻辑，而在功能上面它又有非常精准的这种美学的折中。所以如果你戴 Navitimer， 它不会让人觉得你想炫富，也不会让你觉得是你为了跟风，而是你喜欢它的比例、配色、结构以及它的背景。这是一支设计感跟个人感都很满的一支表。简单来说 Navitimer 的生活节奏里计划表不适合有风格设计感、喜欢设计感的人。那 Speedy 呢，这更像是一个理性的工具，太空迷 Moonwatch。 Daytona 则是一个人生里程碑的象征。基本上你人没有到大概20公尺外，所有人都认得出来你戴的是 Daytona， 它就像是一个 spotlight。 如果你的手腕、你的腰杆不够直，不见得撑得起这一只表。最后是 Carrera。 我觉得 Carrera 相较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可靠的日常伙伴，简单、稳定，不添麻烦。那对我来讲呢，这一只手表是唯一能把我的视角跟对于手表的热情同时投进去的一个很稀有的表款，尤其是白面跟冰蓝这2款，气质完全不输，我认为啦，不输要花200万才能买到的冰蓝的 Daytona。 我认为它却更有个性，同时它的入手难度是相对低很多的。那讲到这边也差不多要收尾。我想要说的呢，就是 Breitling Navitimer B01 Chronograph 41mm 呢，它不是一只追求短期热表的一种风潮表，而是一种也不是光靠品牌 logo 来撑场面的一个产品。它的魅力是来自于一种很稳定的设计的节奏感，它不炫技，细节感也非常的足够，机芯不花俏，价格规格顶尖，价格当然不是那么的便宜，但是你会感觉到它物有所值，你所花的钱你是看得到东西的。你戴这只表也不是为了让别人投以羡慕的眼光，而是你要跟别人讲的事情是，这是我选的，我懂机械，我懂时间，我也懂美感。所以我从最小朋友的时候呢，我看不懂这个表，到现在我觉得是爱不释手。中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解读它的设计比例跟体会它的这种配色语言，最后我发现它就很像是一个空间设计案。你一开始看不出它的亮点，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设计师在每一处的比例大小它都是有逻辑有节奏，还可以跟你共处。所以如果你想找一只可以戴每天戴10年戴一种有态度的表，我觉得就可以选它。当然如果你曾经喜欢过 Moonwatch Daytona Carrera， 那也不妨让 Navitimer 加入这个变成新的选项，你可以在这之中找到其他的美感。那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比例、材质、光线去理解世界的人，你会发现设计是用时间才看得懂的。最后如果你们喜欢这一集，不管你们是不是第一次接触 Navitimer， 那还是已经入坑了很久的百年龄玩家，都请帮我一个忙，就是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让我们这个用设计师视角的手机频道能用不同的角度陪你去解构时间以及品味。那也欢迎你们告诉我，就是你们最喜欢哪一个配色。如果是你们会选 Navitimer、Speedmaster 还是 Daytona 还是 Carrera？ 你觉得飞行员表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那最后我常常来说，任何一只表都无法留住时间，但它可以告诉我们时间要怎么选择去过。那 Navitimer 对我来说呢，它就像是一张飞行计划表，它不是单纯为了起飞，而是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节奏感，更有方向感，活得更像我们自己的调性。我是 Jimmy，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了。See ya guys.